聚会上不小心打翻了饮料，对我来说就是社死现场。我会觉得别人一定看到了我的丑态，没准还在笑话我，接下来的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。穿了新球鞋去打球，会莫名感觉有 buff 加持，认为别人一定注意到了我的装备，可能还在议论它的价格和我的球技，甚至想要跟我组队。发个朋友圈真似卓句，比写高考作文都伤心。务必将这份优越展现给所有所谓的好友，还普信地认为一定有很多人点赞。我们总是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，习惯性地把自己当成一切的中心，特别是出丑的时候，会不经意间把自己的问题放大，也放大了它的影响。我们不停地思维反刍，纠结内耗，直到被这些小事拖垮。我们不知道的是，从一开始别人就没有关注到我们，或者即便看到了，也只是一闪而过，不会留下任何印象。这一切只是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要从我们刚出生的时候说起。从我们咕咕落地的那一刻，大部分人都开始了一段相同的经历。我们的周围围着一群非常关心我们的人，他们极尽温柔地观察着，抚摸着，一边看一边笑，还一边夸奖。之后我们的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，他们都密切地关注着。当我们第一次喊出那2个字，他们激动得快要哭出来，惊呼这简直就是奇迹。当我们迈出第一步，他们也会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，一边鼓励又一边担心。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焦点。到了学校，虽然不止我们一个焦点，但老师也会尽可能给予每个人关注和照顾。他们会鼓励我们表现自己，即便多滑稽的才艺都能得到他们的肯定和掌声。再后来我们长大了，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。我们开始发现自己生活的世界里，对我们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一切都惊人的漠不关心。我们跟不认识的同学一起上选修课，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事情，没人在意我们是在听课还是在睡觉。老师也一样，如果不点名，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来过。走在路上，熙熙攘攘的人流只是跟自己擦肩而过，没有人了解我们，我们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，他们只关心我们有没有挡着他们的道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，但对于刚过了青春期的孩子来说，我们大脑中负责处理高级认知的新皮层还不足以消化这种转变，因为这个区域要到20岁出头才能发育完全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只关注到消极的一面，而忽略了其中合理的哲学目的，那就是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。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个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，也就是要意识到个体的社会特性和社会角色。显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这种变化，而是依然坚信自己会被其他人关注或者注意到。但由于很少再有机会像孩子一样受到鼓励，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人的漠视，甚至是嘲笑，也就形成了新的烦恼，我们的表现配不上他们的关注。我们会后悔在公共场合讲话的时候没有穿更合身的衬衫，也确信观众一定看到了我们因紧张而不停抖动的双腿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会非常在意问服务员要餐巾时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多奇怪，也会想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是难伺候的傻叉。上周的会议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为自己提出了不合理的方案而纠结，也不停地揣测老板对自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。虽然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，但直觉告诉我们一定是这样的。自己无可圈点的丑态都被广大群众记录在案了，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关注着、评价着，可能还在嘲笑着我们。我们像牛的反刍一样，把过去的事情、负面的情绪反复地放在脑海里强迫性思考，结果也惊人的一致，让问题越来越失控。想要从这种惩罚性的想象中解脱出来，我们可以做个假想练习，来检视自己花了多少精力去关注别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小问题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在电梯里，旁边还有一个人，那个人的衣服上撒了一些果汁，他自以为我们看到了，然后选择背对着我们。事实上，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衣服上的污渍，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穿的什么衣服，我们只是在担心上班会不会迟到。又或者这种情况，直到下班了我们才注意到一位同事的头发有点不太一样，但也说不上哪儿不一样，即便他为了这个发型花了半个月的薪水，也以为他在我们眼里有了全新的形象。从我们怎么对待陌生的或者不太了解的其他人，就能推测出别人是怎么对待自己的。我们的衣服上撒了果汁，我们换了新发型，别人也大概率关注不到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以己度人的推测其他人遇到我们可能会想什么，我们就能看得更准，而且少了很多烦恼。事实就是这样，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认识我们，以后也不会认识我们的人，他们都有自己在意的人和事儿。我们跟他们恰巧坐了同一趟地铁，恰巧在同一条街上擦肩而过，并不是前世300次回眸的结果，而仅仅是一次巧合。即便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卫衣，即便我们挡了他们的道，几秒钟之后
这些念头就会消失在他们的脑海里，所以我们也没必要在意。收藏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的世界名画《伊卡洛斯的坠落》，在画作前景中，一个农民正推着犁耕地，一个牧羊人正看着天气，远处的海上还有一些帆船，而在最不起眼的地方，悲催的伊卡洛斯跌落到右下角的海里。跟我们一样，画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倒霉蛋，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。正如一句荷兰谚语，没有犁会为将死之人停留。虽然有些夸张，现实中我们不会看到这种情况而不出手相助，但对于大多数稀松平常的事儿，我们都会尽可能过滤掉，原因也非常理智和值得原谅。因为外界传递过来的海量信息，我们的大脑只能处理其中的4.55%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事情上，比如我们的亲密关系、我们的健康状况、工作状况、我们的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、我们的朋友、宠物、我们的业余时间。考虑完了这些，我们真的很难再有精力去在乎别人的衣服上是不是有果汁，同事的头发做得好不好看。而且我们不仅不应该苦于别人的无视，很多情况下我们反而应该感谢他们，因为在被忽视的事实里，他们给予了我们足够的自由，我们的隐私也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。所以不用太过担心，一些小失误不会对别人和自己造成任何影响。吃饭洒到了身上，走路摔了一跤，被老师点名却回答不上来都没有关系，客观看待，不去放大就好。不用过度思考，尽管去尝试那些想要做但可能会出错的事情。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疑问，在派对上主动要一个女生的微信，在新环境中给大家做自我介绍，放得开，效果反而会更好。当然也不要太孤芳自赏，因为这可能是被嘲笑的主要原因。穿了新球鞋打球可能会被暴虐，发了朋友圈也可能没有几个赞，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，每个人的精力都很有限，除了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其他的没人会在意，所以我们不必把我们的自由交给别人去裁决。即便会出丑会失败，我们也可以坚定地相信没有人会嘲笑我们，这个想法真的比什么都重要。